新加坡人下雨不用带伞，不是因为雨小，也不是因为大家运气好，而是政府真的花了3亿新币，把你最后那几百米会不会被淋透，当成一件要认真处理的民生问题。很多城市把地铁修到站口就算交卷，新加坡连你从 MRT 走回 HDB， 走去巴士站、熟食中心、诊所这段最狼狈的路都想一起补上。这里真正厉害的不是天际线，也不是地标，而是把最不起眼的最后1公里做成了国家级工程。你在新加坡最常遇到的是全程有盖，还是永远差最后50米？评论区告诉我，你家附近最经典的断头连廊在哪？因为这套系统确实很强，但它也不是完全无缝。如果你在新加坡住一阵子，很快就会发现，真正决定一座城市好不好用的，不是游客那条最漂亮的路线，而是普通人每天从家走到 MRT， 从巴士站走到学校，从市场走回家的那几百米。新加坡是热带雨林气候，年均降雨量大约2300毫米，每年下雨超过160天，再加上高温、高湿，午后雷阵雨来得很急，步行环境就不是审美问题了，它直接影响效率，也影响人愿不愿意出门。更关键的是，新加坡本来就是高密度、强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，很多家庭的真实出行链条不是开车门到车门，而是家门口步行，接巴士或 MRT， 再步行到目的地。所以，如果一座城市只把车站修得很好看，出站以后却让人顶着太阳、冒着暴雨自己扛，那它的交通系统其实只做了一半。LTA 在2013年启动 Walk or Ride， 背后的逻辑很清楚，最后1公里不能继续丢给个人硬扛。到了 LTMP 2004时，这个思路又被放进20分钟市镇、45分钟城市的框架里。说白了，不只是要让列车更快，还要让你愿意走，能走，推婴儿车的人能走，坐轮椅的人也能走。你觉得新加坡最被低估的基建是 MRT、祖屋电梯，还是这种每天都在用，平时却很少被注意到的连廊？很多人一听3亿新币，会觉得这不就是搭一些棚子吗？怎么会花这么多？问题就在这里，大多数人低估的不是屋顶本身，而是把步行做成系统到底有多难。Walk or Ride 从2013年开始推进，买到的不是一排铁柱加顶盖，而是一套有半径、有优先级、有接驳逻辑的公共空间网络。它不是哪里空就补哪里，而是围绕 MRT 站和重要设施去做覆盖。这里有2个很关键的数字，一个是 MRT 站周边大约400米，一个是重要设施周边大约200米。这2个数字不是随手写的，它背后其实是在回答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人在暴雨、烈日和高湿环境下，能接受多远的无遮盖步行？超过这个距离，公共交通体验就会明显下滑，你会开始觉得麻烦，会想叫车，会想让家人接送，甚至干脆少出门。这样一来，问题就不只是淋不淋雨，而是整个交通系统的吸引力被最后一段路拖垮。新加坡厉害的地方是他没有把这段痛苦继续算成个人问题。连廊通常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要接 MRT 出口、巴士站、HDB 底层、学校、市场、Polyclinic、社区设施，有时还要一起处理照明、排水、坡道、导盲砖和轮椅通行。所以它看起来像小工程，实际上是在把原本碎掉的日常移动重新缝起来。全岛累计超过200公里连廊，真正值钱的不是长度本身，而是它把人的体验从断断续续变成尽量连续。你不需要每走一段就停下来判断要不要冲刺，不需要一边护电脑包一边找最近的屋檐，也不需要带着孩子站在路边等雨停。一个地方值不值得走路，不看海报上有多少绿化，而是看你真的走过去时，会不会湿，会不会晒，会不会中途断掉，会不会必须跨过一段最难走的空白地带。只要这些问题没解决，公共交通修得再发达，最后1公里照样会把体验拉回去。反过来，一旦步行环境顺了，很多短途接送、临时叫车、开车去地铁站的需求就会自然下降。这也是为什么风雨连廊看起来不宏大，
财政回报却不低，它让整个系统更完整。你觉得最值钱的是有盖本身，还是它把 MRT、巴士和 HDB 真正连成一体这件事？如果你只把风雨连廊理解成方便一点，那它最重要的价值你其实还没看到。因为同样一段没遮盖的路，对不同人造成的代价完全不一样。对一个年轻、身体健康、手上没拿东西的人来说，可能只是淋湿几分钟，但对送孩子上学的家长、提着菜回家的居民、拄杖的老人、推轮椅的家属，甚至视障人士来说，这段路可能就是风险，就是麻烦，甚至会直接改变他们要不要出门。新加坡这类基建最值得讲的地方，是他没有把这些额外成本默默转嫁给个人。你会发现，很多风雨连廊不是只有一个顶，它往往会和无障碍坡道、导盲砖、照明、防滑地面、排水细节一起出现。这说明它处理的不是单一问题，而是在承认一个现实：一座高密度、快速老龄化的城市，不能只为走得快的人设计，也得为走得慢的人设计。今天看起来只是遮雨，真正带来的结果可能是老人少滑倒一次，轮椅少被卡一次，家长少绕一段路，孩子放学不用在路边等雨停。再往深一层看，这就是一种很典型的新加坡式思路。它当然不可能把整个户外都变成室内，但它会尽量用树荫、连廊、void deck、商业体穿行、交通节点这些东西，把热带城市最难受的那部分摩擦降下来。很多人会把这种东西当成小确幸，我不太这么看，它更像隐形福利。因为有车的人遇到暴雨，最多是停车位远一点，或者多走一小段；没车的人遇到暴雨，可能整段通勤体验直接崩掉。中产可以临时叫 Grab， 老人和低收入家庭未必愿意，也未必舍得。于是，这种表面上人人都能用的基建，真正受益最大的，往往是最不能承受额外出行成本的人。所以风雨连廊不是锦上添花，它是在替很多人保住最基本的行动自由和生活体面。你有没有因为一段没盖到的路，被迫改搭 Grab、改开车，或者干脆让老人少出门？讲新加坡基建，如果只讲顺滑的一面，其实不够真实。因为住久的人都知道，风雨连廊不是100%无缝。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是，前面都走得很好 ，MRT 接巴士站，巴士站接祖屋，祖屋接 void deck， 结果最后偏偏差那几十米，一出连廊还是得冲。这种断头连廊不只是吐槽素材，它反而最能让你看懂新加坡治理到底怎么运作。原因很简单，连廊不是一个部门从头包到尾。LTA 负责整体步行与交通接驳网络，但祖屋环境、社区维护、不同片区的管理责任可能还会涉及 HDB 和 Town Council， 再加上地块边界、停车场出入口、消防要求、排水走向、现有树木和设施位置，最后那一小段往往就是最难补的地方。很多人会说，不就几十米吗？怎么会这么难？现实刚好相反。城市里最难做的，通常不是从白纸上画一条线，而是在已经塞满功能的空间里，再挤出一条合理、安全、可维护，而且有人负责的线。尤其在新加坡这种高密度环境，一个小改动都可能牵连无障碍坡度、维修通道、车辆转弯、积水问题，甚至影响紧急通行。所以这里最值得肯定，也最需要冷静看的是，新加坡治理并不是神话。它有边界，有分工，有预算排序，也会出现居民天天走，却一时补不上的缺口。但和很多地方不一样的是，这些问题通常不是无主状态，居民可以通过 One Service 等渠道反映，责任也相对可追踪。也就是说，它的强不在于没有问题，而在于问题通常能被定位、被讨论、被一点点修补。所以看到断头连廊，别只停在骂。更值得问的是，这段为什么断？归谁？卡在设计、预算，还是卡在边界条件？你家附近有没有这种99分连廊，前面都很好，最后偏偏断在最关键的一段？所以，为什么新加坡人下雨常常不用带伞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幸运，而是因为有人提前把雨天的狼狈
算进了财政、规划和施工里。3亿新币，超过200公里连廊，围绕 MRT 和重要设施的覆盖标准，再加上无障碍设计和多部门协作，这些拼起来才叫民生基建。它未必最适合拿来做宣传，因为没有那种一眼震撼的视觉冲击，但它最经得起每天早高峰、晚高峰、突然暴雨、老人看病、家长接送这些场景的反复检验。一个城市是不是尊重普通人，不是看他说的多漂亮，而是看他愿不愿意替你处理那些最琐碎、最烦，但每天都会发生的麻烦。如果你也认同这种看起来不伟大，但每天都很救命的基建逻辑，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还想我继续拆哪一种？新加坡最容易被低估的系统。也别忘了订阅频道，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